开始。然后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也是一个文件共享工具，CHFS。然后这个的话，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这个的话是一个 B 站的朋友，B 站朋友粉丝私信我的，然后他给我说他这个工具有一个权限管理功能，然后做的还可以，然后就让我看一下，然后所以今天就出了这期视频。然后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它是Qt HTTP File Server CHFS，这个是它的一个全名。然后它是一个免费的一个 HTTP 协议的文件共享服务器。然后使用浏览器就可以访问。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些特点，这些特点的话我是在那个 GitHub 里面看的。然后第一个的话就是单个文件，然后第二个就是跨平台运行，就是说主流平台 Windows、Linux、Mac 都可以跑。然后界面简洁，然后它有支持扫码下载和手机端访问。然后最重要的就有一个权限控制的功能，还有一个地址过滤。然后这个我一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下。然后快速分享，然后 WebDAV 这些。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个对比，就是说比较简单吧。然后相关链接，这个是它的一个官网。然后还有它同时也是在 GitHub， 这个是它的一个GitHub。然后的话，它下载链接的话，就是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它给了一个百度网盘。你有百度网盘的话，你就直接在这个百度网盘这里，它这里是有的。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它给了安装包。然后的话，还有一个官网，还有GitHub 还有官网都有提供下载链接。这个是 GitHub， 然后这里也可以下载，然后官网这里也可以下载，是这样的。然后的话，这个模板一会儿给大家解释。我们首先安装，然后它支持，我们看到它这里，这里支持这么多版本 ，Linux 有这么多 ，Mac 还有 Windows， 我们该选哪个版本？这里的话，我用 GPT，然后让它对每种不同的版本，给大家做了一个解释。然后大家使用的设备可能不太一样，然后就可以选择看一下。然后比如说第一个就是32位的 X86，第二个话就是 X86 64位的。然后这个第三个话就是 ARM 架构的32，这个是 ARM 架构的，应该是 ARM 架构64。然后这下面的话我不是特别了解，这几个什么浮点啊这些可能就是比较小型的一些设备吧，可能是。然后的话 Windows、Mac 这些都有，那么你就下这两个就可以了。然后你根据你自己的一个系统，然后还有一些处理器，然后进行一个下载就可以了。然后怎么看呢？比如说我今天是用的是，就是用的是一个 VPS 来给大家安装的。就我怎么看我的 VPS 的这个呢？就是输入这个uname 然后-m，就我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显示了，我截了图，我这里显示 X86 64。然后所以我需要下的就是这个，我需要使用的就是 Linux AMD 64，就是这个版本的。然后你自己根据你自己的版本然后选就可以了。然后创建安装目录的话，然后这个就是之后相当于是我们一个常规的操作。我给大家看一下。然后我这个安装目录已经创好了，这个就是我安装目录，CHFS。我们进来。等一下。OK， 好，那我进来。进来之后我们上传这个安装包。然后我这里是已经启动过，就是这里，就把这个包传上去。下载好之后把这个包传上去，就这个样子。它下载后是这个样子。传上去之后，然后你给这个地方附个权限。然后的话然后我们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吧。然后这个然后这两个话，这个是作为存储目录，然后这个是一个配置文件，然后后面会有详细解释。我们需要创建这个系统的服务，因为我们想用系统服务这种方式来启动，就不想我们每次都得什么在这里面输入，然后就不能后台启动。然后这里我们进到这个目录来，进到 cd 到 etc system d， 然后 system， 然后进到这个目录来。进到这里之后，然后的话，我官方的话这里是给的是命令的这种操作。我是个人建议大家就是说把它改成这种
system 啊这种系统命令的方式，然后使用配置文件进行定义，你方便管理，方便启动。然后官方这里是没有提供的，然后这是我自己给大家写的，然后大家可以参考我的这个文档。这里也解释吧。首先是这个 service， 就是我们需要创建这个 CHFS 的 service 文件，然后放到这个在这个 system 的一个文件里面，然后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然后这个的话应该大概就是一个名字，然后这个的话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启动啊、网络啊这些的要求。重点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目录吧。这个路径要写上你的你放安装包的一个地方，对这个。然后的话，你后面这个 file 的话，如果你是用这个 file 的话，是我指定，就是说我这个需要的这个配置文件，因为我定义了配置文件的一些要求，然后我并不是用命令去定义的，然后我就直接用配置文件写在配置文件里面的。然后这下面2个就直接是一个重启嘛这些，然后这个后面就不用管，重要是这里要写对。就是我的建议大家就是说，你这个地方要写上你的这个具体的这个路径，然后还有这个 file 的话要写上这个 ini 这个配置文件的这个位置。让我感觉我这里好像我看直接从这里看吧。然后我这里的话还加了一个port 8080，然后这个建议大家加上。这个我害怕的是，因为我刚开始尝试的时候，就是说如果我在CHFS 里面，我定义的是8080，然后我这里好像没有识别到，然后我就只能先在这里面定义这个8080，那我不知道是不是个例还是什么情况。然后我是感觉是不用在这里写8080也可以，但是我刚开始运行的时候，这里默认启动的话是80，我这边启动不了，所以的话建议大家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加一个8080，对，好，确定一下。然后如果你这个文件创好了之后，那你就要创这个配置文件了。然后这个配置文件的话，我是按照官方给了一个模板，就是这个模板，就是你可以从这里面点进去，就是有一个这里有一个 file 的这个模板，然后你点进去之后，它这里给了很多，你可以就按照上面读，然后再看到上面怎么写就可以了。然后我重点给大家说一下我写的。然后这个 pass 的话，就是我给定的一个共享目录，共享目就是我把这个分享的文件我放在哪里，大家看一下，是这里。然后我们 ch 就这个 data 就使用的是这个目录分享的文件。然后你这个建议你指定，它默认的如果是你不指定的话，默认就是程序运行目录。如果共享多个目录，你中间你打个这个书号，然后你后面再写一个目录就可以了。然后你这个服务运行端口的话，如果你不指定的话，就是一个80。但是我们都知道80的话，就是我们很多机器已经被占了，所以你这里就改成80改成其他没有被占用的就可以了。然后 IP 地址过滤，然后这个就是上面所提到的那个，它分为白名单、黑名单。然后这个的话，就是说你可以指定只能这些 IP 访问，或者说你不允许这些 IP 访问，就这个。这个具体的话，这个我倒是没有这个需求。然后你具体的话，你这里可以看这里 IP 地址过滤啊这些，它上面应该有解释。然后好像是这里，这里有一个 IP 地址过滤 allow。然后这里上面它给了一个参考，我给大家看一下有没有，就这里有白名单，然后黑名单。然后你如果想了解的话，你就可以这里看一下。然后的话，这个我用不到，然后你有需要的可以看看。然后的话，用户权限这里，这个权限的话，这个权限就是说那个朋友给我说的这个权限的话，你参照这里定义。你在这个你如果使用的配置文件，然后你就参考它这个地方的一个定义，就它最后下面有给了定义。然后如果你是用的是比如说像是命令行啊这些使用的话，那你就要参考这里的一个写法了。这2个写法不一样，然后今天我纠结了半天，找了半天，我说为什么这个地方这个用户管理这个权限管理用不了，然后是因为你这个地方的写法跟你用配置文件的这个写法是不太一样的，然后大家这个地方大家注意一下，是不一样的。你在这个配置文件里面，你就要参考这种的写法，就是一个账户一个账户的这样写。
然后比如说我是用的是这个是匿名的用户，然后我就直接是让它只有一个只读的权限。然后如果是admin 1，我们就直接指定它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它也可以有一个可读可写的一个权限，当然你还可以加很多。然后的话，这里给大家解释下，它这里你直接用这里的参考，但是既然你这样的话，你不用配置文件，你不能按照这样子写，你要按照这个样子写，懂吗？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它定义的就是说，我这个匿名用户就有读写权限，然后怎么样，然后我这两个就是账号用户名和密码，然后这个是可读可写，然后这两个是用户名密码，然后这两个是针对于这个文件具有可读可写的功能，然后这上面的话就对于匿名用户就只有一个读的权限，然后什么这样只有读写权限，然后之类的，你可以设定这些。这个是命令行的一个用法，但是如果你使用的是一个配置文件这种写法，你就要按照这个样子写。这个大家注意一下。今天我搞了很久，因为我一直尝试不出来，我说这里哪里不对，然后我仔细看了一下它的它在这里面定义的是不太一样的。这个就是大概一个意思。那我这里就设定是我的一个匿名用户就只有一个读的权限，然后我定义了一个admin 1，然后它可以有一个可读可写的一个权限，这个大家自己设定。然后你这个写完之后，比如说我就把这个文件保存在一个位置上，那你这里就要指定你在 system 里面就要指定这个文件在哪里，对。然后比如说我这里我本机的话，我是将给大家看一下。我是将这个文件就放在了这个我准备的这个目录下面，对，然后你就把这里指定好就可以了。指定好之后就启动服务，你先让它重载一下，然后再启动这个服务就可以了。然后重启，然后这个是停止，然后这个是看一下运行情况。你启动了之后，你看一下这个运行情况，看一下有没有报错，是否启动成功。那现在给大家启动看一下，OK 好。给大家启动看一下，OK，邮件 ，OK，启动了。启动之后，我们看一下情况，我们复制一下，OK，看，那它现在已经运行起来了。OK，那我们现在就访问一下就可以了。我们是142这个 ，OK，好，我知道了。OK，那现在我就是一个匿名用户的一个身份，对吧？匿名用户身份，我看到我们这里只能下这个文件，你手机扫一下这个二维码就可以下载，然后或者是你直接用电脑这样的下载，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它是没有其他功能的，你只能看一下，或者说你这个也只能看一下之类的。然后当我们登录的时候，那我们现在选登录，那现在它的权限就有了，然后这个不管。然后你也可以下载啊这些，然后你也可以进行一个文件重命名，然后你可以比如说修改啊这些，它这个要看文件，比如说有些是可以修改，有些就只能下来的这样子。然后这个是重命名，也是重命名，然后你可以上传啊目录、放文件这些，然后上传。OK，那这个就大概的一个意思，它是一个类似于很简单的一个东西，然后它上面是不能，就是说你在这个页面里面你是不能有新增用户，你只能去后台这个配置文件里面去新增一个用户。这个是我截的图，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然后可以多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的话，它这里面大家如果对账户控制或者说比较注重这个方面的话，你直接仔细阅读它这里面的一个规则之类的。它比如说设置为有个 run 啊、W 啊、R 啊、D 啊这些，然后你可以自己看一下这些。然后包括这个里面还有很多的一些配置，然后如果你不写的话，就可能就是默认的。这个是大概的一个搭建的一个方法。然后这个的话，我个人感觉就是比较适合你在内网中去使用。然后比如说你内网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启动，然后进行分享，因为它有 Windows 嘛，有 Windows 和 Mac 啊这些我们主流的一些平台。然后你直接在 Windows 上面启动了之后，那你比如说特有团队，比如说你这个团队
统一访问你这个 IP 加端口，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在里面下文件。因为你比如说一般来说，有可能你有可能有些文件啊，你就不能手动传，你让大家直接下载就可以了。这个是可能我个人感觉比较适合于家庭或者个人比较小型的一些东西吧。然后的话，工具是 B 站的朋友分享的，我感谢他的分享。然后他说他看中的是这个权限功能，然后他就让我推荐，并让我体验一下。我觉得整体是一个很轻量的一个文件共享系统，然后没有什么很多杂七杂八功能，我们可以看到，然后比较简洁。然后我这里是在 Linux 系统上进行搭建的，官方还有很多版本，有其他的版本供我们选择，比如 Windows、Mac 还有 Linux 其他版本，这个看个人进行选择，然后你们其他的就看文档就可以了。然后我感觉搭建的话是大概大差不差的。然后 Windows 搭建的话，我看到是有一个有提供页面的。然后这个的话就是也不是用命令行。然后这个的话对于大家就是说不太使用命令行，不太适用于命令行的朋友来说，这个是比较友好的。对，因为你不用再去怎么 CMD 或者是 PowerShell 里面去输命令啊，进行安装啊这些。这个的话，我是看到他们有其他人写的博客，是有的。然后，但是我这里的话，我就直接要给大家讲一下这个 Linux 是怎么用。然后的话，对于不熟悉命令行会比较友好。然后就是这样的话，这个就是我后面的意思，就是说运行在本地电脑上，然后在内网中分享这个文件。然后最后感谢开发者的一个付出吧。然后也非常感谢，就是说给我推这个项目的一个朋友吧。然后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或者我的文档或者说我的文章对你有所帮助的话，恰好你有点小钱的话，欢迎请我喝杯咖啡。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